神秘的星际访客3I Atlas 正悄然抵近木星。根据天文学家的精确计算，它将在3月16日逼近与木星的最近距离。这正是木星的希尔球半径。木星的引力在这里占主导地位，超过了太阳的引力。同时，在这次交汇中，它还将与木星的一颗极其特殊的不规则卫星尤弗姆擦肩而过。尤弗姆在希腊神话中是赞美与好兆头之神，也是宙斯的孙女。那么问题来了，3I Atlas 会急速掠过木星，是头也不回地驶向深空，还是真的会在木星附近释放出更小的子探测器，亦或是被木星强大的引力捕获，成为木星家族中第96颗卫星？这一切我们都将拭目以待。然而，就在这历史性交汇的前夕，一则更加震撼的消息从哈佛大学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阿维洛布的团队传来。根据他们的最新研究报告，这个神秘的星际访客3I Atlas， 其身上无法用现有科学理论解释的异常特征，已经从最初的几项、10几项，现在一路飙升到了惊人的22项。是的，你没听错，22项。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或者观测误差能够解释的了。欢迎来到宇宙之思，我是阿博。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看看这匪夷所思的22项异常到底是什么。它们是真实存在的物理现象，还是我们认知局限下的海市蜃楼？欢迎朋友们带着你的思考，在评论区给出你的解释。首先，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最基础却也最致命的问题：质量预算差异。根据我们对3I Atlas 的观测，推断出它的汇合直径大约为 2.6 公里。如果它是一颗来自其他恒星系统的自然彗星，那么根据它的数量密度反推，其母星系的行星盘需要拥有一个超乎想象的巨大质量库。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我们目前对低金属风度恒星周围行星盘质量的认知，差距不是一点半点，而是好几个数量级。简单来说，就是穷人家里走出了一个穿金戴银的富豪，这本身就不合常理。接下来是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几何学巧合。它的轨道非常奇特，是一条逆行轨道，但却与我们太阳系所有行星所在的黄道面，也就是地球公转的轨道平面，仅仅相差不到5度。你知道这个概率有多低吗？随机情况下，这个概率只有 0.2%。更重要的是，我们所在的银河系盘面与黄道面本身就有大约60度的夹角。一个远道而来的星际访客，不沿着银河系的大路走，却偏偏精准地切入了太阳系内部这条小路，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它的轨道或许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第三，它的抵达时间也仿佛经过了精确计算，它与火星的最近距离是2900万公里，与木星的最近距离是5400万公里。而当它运行到距离太阳最近的近日点时，地球上的我们却恰好无法观测到它。这就像一个前行的刺客，完美地利用了每一个行星作为掩体，在最关键的时刻隐去了自己的身形。第四，在3月16日与木星交汇时，它的近木点距离是5360万公里，而木星自身引力范围的边界，也就是希尔球半径，是5350万公里。看到了吗？它几乎是贴着木星引力影响的边缘掠过，分毫不差。这种极限操作真的只是运气好吗？第五，哈勃太空望远镜在2025年7月拍摄的图像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现象。3I Atlas 在抵达近日点之前，拖着一条长长的反尾，这条反尾不是我们常见的彗尾那样背向太阳，而是直指太阳。它就像一个高度准直的喷流，长度是其宽度的10倍以上。没有任何一颗已知的自然彗星会产生如此形态的直指太阳的物理喷流。对于一个科技造物来说，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一束粒子束，用来抵挡速度高达每秒500公里的高速太阳风，保护其本体。同时，它周围的尘埃面纱其厚度也恰好合适，刚好能遮挡住太阳光，避免核心被直接暴晒。第六，在它进入太阳系时，其自转轴的初始方向与指向太阳的方向夹角竟然在8度以内。发生这种情况的随机概率只有 0.5%。第七，同样是在近日点之前，观察到它那条指向太阳的反尾喷流在轻微摆动。
这种摆动模式反向证明，这个喷流的发射基地必然位于其朝向太阳的几点8度范围之内，这个概率同样是 0.5%。第8，最诡异的来了，当3I Atlas 飞越近日点开始远离太阳时，它竟然又产生了一条指向太阳的反尾。这意味着，在它自转轴的另一端，也就是之前背对太阳的那一极，也有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喷流系统。一个物体在自转轴的两端都恰好有一个能精准朝向太阳的喷流，并且在经过近日点时完美切换。这种事情随机发生的概率是多少？是 0.5% 的平方，也就是 0.000025，400万分之一。第9，这就引出了一个热力学上的难题。近日点前工作的喷流基地，在飞越近日点后就转到了夜半球，而近日点后开始工作的新喷流基地，在之前则一直处于夜半球。要让这些喷流只在朝向太阳时才启动，意味着它们在长达数月的黑夜里必须处于极好的绝热状态。对于一个内部热量会自然传导的岩石或冰块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10，3I Atlas 在经过近日点时被太阳引力偏转了16度，这个角度不多不少，正好是它近日点前那条反尾喷流摆动张角的2倍。这个巧合使得那个摆动的喷流能够恰好在近日点前后分别在2个极点形成张角同为8度的喷流数。第11，在2026年1月22日，3I Atlas 太阳和地球3.1线，其对其的角度误差小到惊人的 0.69 度。在那一刻，它的反尾精准地指向了地球。第12，接下来是可能的技术特征。3I Atlas 的来源方向与上世纪70年代著名的 WOW 信号的来源方向在天球上仅相差9度。这是一个强烈的来源不明的窄带无线电信号，被认为是寻找外星文明最有希望的候选者之一。两者来源如此接近的概率仅为 0.6%。第13，科学家们通过特殊的拉森塞卡尼纳滤镜处理了40张哈勃望远镜拍摄的图像。这种方法可以消除汇合周围对称的光晕，从而看清其内部结构。结果令人震惊，在汇合周围清晰地呈现出3个迷你喷流系统，它们之间互成120度，构成一个完美对称的三角形。这究竟是岩石上几处冰块的随机升华，还是某种先进的推进器系统？第14，我们知道彗星有非引力加速度，通常是背向太阳的。但 3I Atlas 的非引力加速度却有一个非常大的侧向分量，并非直接远离太阳。这表明推动它的力量来源并不单一。第15是成分异常。在近日点之前，它周围的气体雨流中含有远超正常比例的镍，其镍铁比例更接近于工业生产的镍基合金，而不是天然陨石。同时，它的镍与氰化物的比例比数千颗已知彗星，包括另一位星际访客鲍里索夫，高出好几个数量级。第16，它的反尾能够穿越数十万公里的距离，抵抗太阳风和太阳辐射的侵蚀。这意味着组成反尾的尘埃颗粒必须很大，但如果颗粒太大，比如大于1毫米，那么要形成我们观测到的巨大尘埃云，其总质量又会变得无法想象的巨大，这与观测数据相矛盾。第17 ，SPEARX 空间天文台的数据显示，近日点前 3I Atlas 周围确实存在冰冷的碎片，但过了近日点之后，冰的光谱特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气态有机分子，比如甲醇、甲醛、甲烷和乙烷，同时水的产出率飙升了约20倍。这些有机分子要想在长达数十亿年的星际旅行中幸存下来，不被宇宙射线分解，它们必须被埋藏在至少10米厚的保护层之下。第18，同位素丰度异常，它的氢同位素氘氢比以及碳同位素12C、13C 的比值都与太阳系内的彗星截然不同。这指向了一个极其罕见、温度低于30开尔文零下243摄氏度的，在银河系历史早期形成的低金属风度环境。根据化学演化模型推断，这意味着 3I Atlas 可能在100到120亿年前就已经形成，是一个古老行星系统的碎片。第19，
可能的生物特征。甲烷的挥发性介于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之间，但在 3I Atlas 上，我们在近日点之前很久就探测到了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而甲烷却直到近日点之后才被探测到。这个谜题暗示了其汇合拥有奇怪的分层结构。更重要的是，甲烷和其他有机分子都是已知的生物标记物。洛布教授大胆地提出了一个问题：3I Atlas 身上是否携带着生命？第二是，它拥有异常高的质量、速度。3I Atlas 的汇合比之前的2位星际访客奥莫莫和鲍里索夫都要大得多，同时它的飞行速度也更快。第21， 3I Atlas 显示出极端的负偏振光，这在所有已知彗星中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不寻常的偏振特性可能与它那奇特的反尾有关。第22，在靠近近日点时， 3I Atlas 变亮的速度超过了任何已知彗星，而且它的颜色比太阳本身还要蓝。这22项异常如同一张巨大的迷网，将 3I Atlas 牢牢包裹。即使它最终被证明是一颗自然的彗星，那也意味着我们对于彗星的物理特性，对于行星系统的形成环境，存在着根本性的认知空白。许多专家或许会轻易地将其中一些异常，比如轨道与黄道面的巧合与WOW信号的关联，归结为偶然。但另一些，比如巨大的质量预算差异，那叹为观止的反尾喷流，以及那完美对称的迷你喷流结构，是任何严肃的科学家都无法回避的物理难题。科学的乐趣就在于将生命视为一场学习的经历，永远对未知保持谦逊和好奇。当 3I Atlas 在2025年7月被发现时，洛布教授在他的星际物体分类表上给了他4分的评级，0分代表自然彗星，10分则代表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的外星科技。如今，在掌握了如此多异常之后，洛布教授认为，即便它显示出了彗星活动，其神秘程度也仅仅略低于完全没有彗尾的奥莫莫。现在 3I Atlas 正在抵近木星，即将完成与木星的交汇。在木星附近到底会发生什么？值得期待，亦或许什么也不会发生。但它留给我们的是这22个沉甸甸的问号，以及对宇宙更深层次的思考。它究竟是什么？一个来自古老世界的自然遗迹，还是一个承载着未知使命的人工造物？或许答案就藏在下一次的星际相遇之中，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宇宙很大，人类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们从未停步。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